走不了。我也来。嘿嘿，阿弥陀佛，老施主，此举何意？留下玉浮尘，自废修为，便可离开。老施主，云沼庵与摩天阁并无恩怨，为何要针对平尼？竟言当真没有跟你提起，真让人一头雾水。直觉告诉我，飞辇之上的摩天阁主人与师父禁言有某种特殊的关系。我自幼入了云沼庵，拜师禁言，100年过去，却从未听师父提起过摩天阁。老施主，平尼听得糊涂，请您明示。混账！老施主为何骂人？虽不知道老施主与家师是什么关系，但平尼问心无愧。若是可以，请老施主到云沼庵一聚，平尼愿与老施主一同论道。告辞。10名尼姑的脚下出现了道道的运圈，可以跟着移动。这是佛门最常用，亦是最难用的增幅手段之一。这是摩天阁第3位弟子端木生，据说修炼的是天一拳，极其霸道凶猛。百劫渡民，2叶金莲法身出现在身旁，2片莲叶飞速旋转，就像是10叶似的连成了一体。阿弥陀佛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。破！突然光芒大放，密密麻麻的雨滴似的罡气从那光圈中落下。我来。还有弓箭手，摩天阁这是真的要逆天！又是10道羽箭激射而出，在空中像是10道金光线条似的。这是你们自找的。阿弥陀佛！10名弟子突然散开，形成了巨大的圆圈，几乎覆盖了莲花台中心区域。圆圈上能量倾泻，苦海无边。他们都被这能量笼罩，无法寸进。本座种下的因，便由本座了结这果。摩天阁的祖师爷终究还是要出手了。混账！轻描淡写，从容不迫，拍出了一掌附身神咒。怎么可能？10大弟子因为承受不住这巨大能量圈的击取，就地崩盘。没了无念法师立在中间，如同失去了主心骨，能量圈向外扩散。10大弟子尽数被击飞，吐出鲜血。又是什么套路？我赌啊！想要调动体内的元气，却空空如也，没有任何波动。阁主的手段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呀！这招附身神咒，没有极高的修为，几乎不可能做到。阁主太强了。玉浮尘，回收玉浮尘，需重新炼化方可使用。想起了100年前的种种，虽然只是祭天道的记忆，却仿佛身临其境。施主，给一个铜板我就不粘着你。滚！云罩峰乱道，给不给？不给。紫霞山赏月，一个铜板我就走。滚！那夜湖关羽，阿弥陀佛，姬施主，你会下地狱的。滚！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，
景言现在可好？家师早已圆寂。生老病死，天道轮回，好好活着，便是最大的道理。入摩天阁起，就没听说过师父有朋友，不管男女，如今却突然蹦出来一个曾经的女法师。听这意思，似乎关系还不错。师父，静言到底是谁呀？你受何人指使插手本座之事？无人之事，凭你愿赌服输。当时第一大魔头的手段竟如此可怕。景言葬在何处？云兆峰附近百叶湖中。本座尚且记得，玉浮尘乃景言认主之物，又怎么会落在你手中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，就算不是摩天阁的对手，最起码来去自如。现在才意识到这个想法多么可笑。家师圆寂，贫尼不得已承接云兆安主持之位，玉浮尘乃家师所赐。佛门不幸，本座收回玉浮尘，除你一身修为，你可服气？不！云兆安10大弟子突然同时飞了起来，朝中间集合。撤！计划失败！计划失败！撤！计划失败！所有人撤！准备行动！击杀3名神庭境目标，获得300点功德。剩下的交给我吧。抱歉，差一点。还行，唯里欠缺了点儿。多谢司先生夸奖。造孽呀！造孽呀！玉浮尘的主人，不然世间尘垢，不为名利动摇，这便是对你的小小惩戒。